这绝对是近期最下饭的国产悬疑剧，因为它没有一个大牌演员，却能让10亿国民反复催更。剧中精彩的打戏和紧凑的剧情，更是完爆其他同类型作品。一名青壮年男子在家中离奇死亡，凶手竟是一群鸟。捕快石生发现鸟羽之上携带有海盐，猜测死者定是与私盐贩卖一事有关，于是一路追查至一处客栈，果然发现客栈后院里藏有大批私盐。不料客栈老板不仅不配合调查，还与石生大打出手。好在石生身手了得，很快便将人抓获。经审问后发现，原来客栈老板葛天马与死者生前便相识，还曾一同做过海寇。退伍之后，两人便做起了贩卖私盐的生意。我把你抓过来，或许正好救了你。石生话音刚落，便往葛天马嘴里塞下一颗药丸。随着一声惨叫过后，葛天马嘴里竟吐出了一口白烟。石生见状，赶忙将其装进竹筒之中。原来药婆青罗查出鸟羽之上还附着得有一种神秘花蜜，而刚刚葛天马嘴里吐出的正是那带有剧毒的花蜜。两人当即猜测葛天马与死者都被下了剧毒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，石生带着青罗再次来到了客栈，并给院子里的鸡也喂了同样的花蜜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没一会儿就见远处飞来一群食人鸟，只见他们直接扑向鸡窝，刹那间，原本还生龙活虎的几只鸡，顿时变成了一堆白骨。石生见状，立刻飞身追至一处庭院，发现那些食人鸟竟是被人所豢养的。突然，一块门板直直地朝着石生飞来，石生见状，立刻翻身躲避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一个蒙面女子朝着他劈下一剑，两人顿时缠斗在一起。但显然那女子并不是石生的对手，被石生一剑劈开面具之后，只得逃之夭夭。收拾完那女子，石生上前仔细查看了那些被豢养的鸟，发现它们并不是所谓的食人鸟，而是再平常不过的夜鹭，只不过是被喂食过一种奇花。那奇花让夜鹭成瘾，因此只要将那奇花的花蜜注入人体之中，放出的夜鹭便会循着味道将那人啃食殆尽。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？石生再次来到牢房，询问葛天麻最近是否遇见过什么人。一年轻姑娘曾在我客栈住过。年轻姑娘，她有什么古怪的地方？也不算是古怪，只是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她穿的衣服奇怪，而且那姑娘身上有种奇香。石生闻言顿感不妙，因为这所有的描述都与青罗几天前带回来的百灵相似。与此同时，青罗也将百灵单独约到了房间里。原来就在刚刚与石生谈论花蜜一事时，他便意识到这事或许会与百灵有关。果然，在青罗的逼问下，百灵向他坦白了一切。原来曾经百灵的父母为海寇所害，母亲临死前将仇人的画像画了下来。而就在不久前，百灵无意间看见了自己的杀父仇人，于是当即决定向他寻仇。可虽然百灵说出了一切缘由，青罗却仍不相信他就是真凶，因为想要操控那些夜鹭，就必须以奇花花蜜为引，以身试毒。可如今百灵已经喝下了解毒的茶水，却丝毫没有像葛天麻一般吐出白烟，因此便可断定凶手另有其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另一边石生发现医馆的大夫也身中奇毒，刚想带着他前往隐士，便碰上了那蒙面女子。原来那医馆大夫曾经也是海寇中的一员，虽然没有参与杀害百灵父母，却也没有出手阻止，因此这才被蒙面女子给盯上。而这蒙面女子正是百灵的姐姐。只见她丝毫不与石生两人废话，直接扔出手里的弯刀，飞身与石生缠斗在一起。然而她的身法虽然不错，但却还是不敌石生，很快便落入下风。就在石生的刀尖对准女人时，好在百灵突然出现，打断了一切。哪知那女人却趁此机会朝着一旁的大夫扔出了飞针。石生见状，立刻飞身将飞针挡了回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百灵用身体挡下了那有毒的飞针。看到奄奄一息的百灵，姐姐终于放下了仇恨，最终被自己豢养的夜鹭所吞噬殆尽。而轰动一时的汴梁白骨案也就此破获。